一起来看魏飞扬。咱们两个认识快5年了。我今年36了，我很想和他组织一个家庭。一开始我觉得他人特别的好，但后来我们俩相处之后，我发现我跟他的问题越来越多。有一次他喝酒喝多了，然后他说我痦子，我就一气就走了。我感到非常的后悔，我希望他原谅我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就觉得这段感情也许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，我想和他有一个温暖的家。不同的心灵让我拥有一个家。一个要分手，一个想要个家，这个差别太大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看看老师们是怎么帮他们的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吴36岁，来自辽宁，现在待业；女主人公萍萍24岁，来自重庆，是一位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啊！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谈了2年多了。你是辽宁人？是。你是重庆人？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我在重庆开了一个餐馆，在大学城附近。那个时候他刚上大学，在我餐馆打工。我在他店里做兼职，他在生活中对我也特别的照顾。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他都会多给那么100-200给我。然后像平时我生病呀，他也挺照顾的。在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他也挺关心我的。您可能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。我2岁的时候，我母亲就去世了，是我姥姥把我抚养长大的。到10几岁的时候，我回到了我父亲身边。我父亲娶了继母，然后我们就是经常打架。后期我继母给我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然后这家实在待不下去了。我很早的时候我就离开了这个家庭，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漂泊。我特别理解，就是说家庭不好，然后在外面很心酸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看他挺可怜的。他家怎么可怜啊？他也是这样吗？他的家，他母亲有病。我母亲体弱多病，一直都是靠着药物止痛。2004年的时候，我不想读书，我说我让弟弟读书。然后就把他给气的，然后当时他就特别痛，送了医院之后，医生说，你们怎么做家人的？你母亲身上长了好多结石，就是胆管结石，还有那个肝上也长有。然后因为长期疼嘛，长期打止痛针，造成肝有一点萎缩，医生说这没办法，就必须得切除，肝就切除了一部分，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背面也长有一个结石，医生说那没办法取。挺不容易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姑娘动了心了呢？是她在我餐馆打工，有一天正在忙的时候，我就胃痛我也不能扔啊，然后我就坚持啊。他看我痛的就是脸色有点变，他就问我就说是胃痛。没想到他出去就把药给我买回来了，胃药，拿着水送到我的面前。当时我挺感动的，因为这些年在外面漂泊，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。于是你们俩就好了？不是，是在我读大3的时候，那年我过生，因为从小到大我家里条件不允许，我也就从来没有过1次生日。当时他端着蛋糕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感动，然后他就跟我告白了，我都答应了。这不是挺好吗？2个生活都经历了磨难的这个年轻人，他们终于走在了一起。刚开始是挺好啊，可是后来他有一个同学也在追他。今年我的姥姥去世，那一阶段我心情特别不好，然后我就自己喝了闷酒，
看到追他那个同学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约他晚上出去玩，我就心里非常的难受，感觉他背叛我就爆发，说了一些伤害他的话，然后他就离我而去了。事情真的不像他说的那样，那个男孩是一直喜欢我，一直都追我，但是我跟他说的很清楚，我跟他不可能。你不可能，你同学能拿那么多钱给你吗？当时我妈复查的时候查出右长那个胆管里右长结石了，我跟你说了的，我说我妈病又重了，我跟你借点钱，我还没跟他说多少钱，他都马上拒绝了，知道吧？他说我那个时候没钱真的没有钱嘛，有钱我能不借你吗？然后我都没办法，我妈病疼，又疼的厉害，借了多少钱啊？借了1万。你不是开饭店，怎么会1万块钱都没有呢？因为我自己积蓄了的钱，和朋友在老家开了一个饭店之后亏了，被朋友骗了。骗了之后，我又从别的朋友借了点钱，到重庆，自己在他大学城附近又开了一个餐馆。然后那个阶段我手里有点积蓄，正好赶朋友打电话说他在用钱，所以我把钱都打给他了。打给他之后，他就跟我说他妈妈有病，说需要钱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钱。他这个事儿他一直都没有跟我提起过，像家里还借了钱啊怎么的。我觉得他就是不老实。他曾经还跟我承诺，等我毕业了之后在重庆买个房子。没钱你实话跟我说吧，我并不是为了你的钱跟你在一起。但是你既然没钱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承诺呀？因为我认识他之前，我很想跟他组织一个家庭，我有一个规划，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。这期间餐馆也不景气，发生了许多事，我现在没有能力给他实现我的承诺。那你跟他好了之后，还在他那儿打工吗？在。还在那儿打工？因为我就在我毕业之后，他也不让我去找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我他管我不让你去找工作。他说我找的工作不靠谱，就让我在他眼皮底下。他平时管我特别严的。我让你找一个合适你的工作。他找的工作都是说出去推销那种。我怕他出去做不来吃苦，所以我不让他去。你说白了就什么也不信任我，就是我跟朋友出去玩就逛个街，他都打电话就查岗一样的问我你跟谁在一起，在哪里，是男是女。有时候做的很过分，都是你直接把电话给你朋友让我来听听。你知道吗？我朋友特别纠结，都不愿意跟我出去逛街了。那你现在提出跟他分手，是因为他疑心太重了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，我压力特别大。什么样的压力？朋友之间，还有就是说家里啊，还有经济条件方面的。然后，自从他那次喝酒喝醉了之后骂我之后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我发现我跟他两个在一起，我好像不爱他，就只是对他一种感激。我觉得感激之情，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不知道。你有病的时候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你，我饭店都关，我煲汤煲几个小时，晚上不睡觉照顾你。现在这个资料上面写的你是待业对吧？对，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我想见他他也不见我。我为了找他，我把餐馆我就关了，我也没有心再去经营。你这个还算经历过磨难的男人呐。我怎么说呢？我对钱不是那么太在意，但是我对感情特别在意。你有没有问问姑娘，其实对她这个条件来说，其实钱对她很重要哦。你要承担责任嘛。因为我很希望自己有个家。这些年了，我在外面身心疲惫。那你有家你不好好工作，拿什么成家呢你？我感觉是工作和他现在感情比起来，还是感情重要。好吧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个姑娘也好，或其他姑娘也好，就记住一件事儿：别因为感激、关心、感激金钱的获得，用感情
和自己去感激，伤人伤己。这样，我讲个自己的故事，跟你分享一下。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做生意，我开个公司，在一个酒店里面我有长包房，生意做得还不错，挺挣钱。我有一个女朋友，读大学，每个礼拜到我公司就我那个长包房里面来给我拿生活费。然后有一天她哭着进来，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前台那个小姐骂她。她进来的时候，前台小姐窃窃私语，你看那个被包的又来了。我当时很生气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说她是我包养的？我啪冲出去，我指着那两个前台，我痛斥了他们一顿，我找他们老板。过了1年多，我公司倒闭了，女孩跟我分手了。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在想啊，我跟她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他们当时说那个女孩是我包养的，有说错吗？每个月我给她生活费，每个礼拜她到我这儿拿零花钱，有错吗？后来我就在想，包养跟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？我如何来定义？我有3条。第一条是什么？因为钱而去爱，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有感情的，但这个感情的前提是因为经济的原因。第2条，有经济上的极大的依赖，也就是说我要靠着你花钱，只有在你这儿我有一个经济来源。第3条很重要，只能同享福，不能共患难。所以说不管是你也好还是你也好，好好想想这句话，真正的爱是可以同享福也可以共患难的。我经常说这个世界上最荒谬的爱情就是感恩之后的以身相许。从道德上来说很理所当然，这么好的男人干嘛不嫁？但是从价值观上来说可笑至极，那未必每感恩一次都要嫁一个人。不管最后这种情感的结果发展的如何，最初都逃不过交换的影子。也不管感恩的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，内心都有补偿的心理。我们这个舞台上经常发生这个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爱情，一开始都是这个债权人都是说不求回报，那后来就变成了爱报不报，最后变成了无理取闹。那边呢，这债务人呢一开始是无以回报，最后以身相报，到了末了变成了恩将仇报。所以说钱债一还，情债难偿。本来应该是人是人，情是情，债是债，你是把它合在一块叫人情债，最后模模糊糊，人不是人，情不是情，债不是债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所有这种生活当中有这种情节的人，债字当头不能缺失人格，情字当前不能以身相换。我觉得你们俩呢相差12岁，可能多少有一点代沟。但是刚刚恋爱的时候呢，可能这个代沟看不出来，因为你当初在恋爱的时候给姑娘画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。老师，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为了他的钱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最初的情况下，虽然不看钱，也有一定的感情，但最后还是跟经济上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，是不是？老师，其实不是那样的。他没钱我不在乎，他没房子我也不在乎。但是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今天已经没工作了，今天晚饭还不一定怎么样。我要是你真心爱他的话，我陪着你。但是他，姑娘不要再说了，这个男士理解你就不要再说了。OK。所以姑娘来，转过来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对他还有感觉吗？或者叫感情吗？有。什么样的感情？像哥哥。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说这个男人并不是你爱的，不过是一个哥哥？就在他喝醉酒之后，我跟他两个生活中的零零碎碎，我想了一遍，我就觉得他平时管我严，不相信我，他的以前的事我也不了解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我到底了解多少？我觉得好陌生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想弄清楚，他对我到底是爱情还是感激之情，和我在一起这两年。我都说我不爱你，我真的不爱你。姑娘不是说吗？感激之情嘛，就是感激，从来没爱过。对。接受了。接受。爱情是2个人的事，如果没有爱情，只有感激之情，这段爱情可以画一个句号。那你赶紧你们俩就握手就走了吧。
已经达成共识了嘛，对吧？以后我会像哥哥一样的对待你，有困难和我说。谢谢。好，以后多多保重。不要再以爱说无所谓，如果相爱是完美，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。